1990年代 ，Gary Ramona 控告2名精神科医生在女儿的脑海中植入错误记忆。这不是电影情节，而是曾经真实发生的悲剧故事。当年，他19岁的女儿在接受心理治疗后，开始认为父亲曾经性侵自己，而这些记忆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治疗中，由精神科医生暗示而产生的。最后，法院认定医师犯下了医疗疏失，在病人脑中植入了错误记忆，判决父亲胜诉。到底什么是错误记忆？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修改别人记忆的能力吗？在讨论错误记忆之前，我们先来玩个小实验。接下来我会说15个词语，希望大家用尽可能的记住它们，不可以偷偷写小抄。来，开始喽！软的、硬的、轻的、毛皮、枕头、长毛绒、吵闹、棉花、毛茸茸、触摸、羽毛、柔软、小猫、皮肤、细致。好的，请先记住这些词语，等一下会有一个简单的测试。现在我们就先回到正题，来谈谈什么是错误记忆吧。我们该相信记忆吗？很少有人会怀疑自己的记忆。我们普遍相信大脑就像图书馆，而记忆是一本本放在书架上的书。只要我们有需求，随时都能把它拿出来慢慢翻阅，细细品味。就算年代久远，也只是内页毁损，记忆模糊，不会蹦出新的故事。但真的是如此吗？美国研究记忆的心理学家 Elizabeth Loftus 曾经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。研究团队邀请45位受试者观看同一段车祸影片，看完之后再将他们随机分为5组回答问题。不过这5组拿到的问卷有个问题不太一样。第一组看到的问题是：你认为汽车撞毁 （smashed） 时候车速有多快？第二组是同样的问题，但 smashed 这个字变成了 collided。第3、第4、第5组则分别是 bumped、contacted 以及 hit。到底一个小小动词的改变会造成什么影响呢？结果显示，动词不同，受试者记忆中的车速也会有差异。像是使用 smashed 来描述车祸时，受试者印象中的车速高达每小时40.8英里，而使用 contacted， 车速则降到了每小时31.8英里。只要动词本身代表的撞击力道不一样，受试者记忆中的感受也会完全不同，造成错误记忆。为了更深入了解记忆是如何被影响的， Loftus 和他的团队进行了另一次的车祸实验。在这次的实验当中，受试者同样要看车祸的影片，同样要回答问卷。不过这次研究团队只把受试者分为3组。第一组看到的问题是：你认为汽车撞毁 （smashed） 的时候呢，车速有多快？第二组是：你认为汽车撞击 （hit） 的时候车速有多快？至于第3组，则不用回答这个问题。1周后，研究人员又请受试者回来填写问卷。这回的问题是：你有没有在影片中看到碎玻璃？只要回答有或是没有就可以了。有趣的是，根据实验结果，1周前在问卷中阅读到 smashed 这个字的第一组，有30%的受试者认为自己有在影片中看见碎玻璃，而阅读到 hit 这个字的第2组，以及没有回答那一题的第3组，则都只有1.5%左右的人认为有看见碎玻璃。然而事实上，影片从头到尾没有出现过任何碎玻璃。从这里我们知道，只要适当的选择用字，你甚至可以在别人的记忆里植入不存在的事实。Smashed 这个字是撞毁的意思。如果这些受试者在一开始就被暗示车祸非常严重，就可能会产生错误记忆，回忆起不存在的碎玻璃片。与错误记忆相关的实验不胜枚举，除了刚刚的车祸实验之外，也有些实验成功让受试者认为自己小时候差点溺死，或是让受试者误以为兔宝宝会出现在迪士尼乐园等等。只要设计精巧，似乎没有科学家篡改不了的记忆。还记得我们一开始的小实验吗？现在请大家回想，以下3个选项，哪一个没有出现在刚刚的词语里呢？答案是羊毛。刚刚出现的词语里并没有羊毛。如果你认为羊毛是刚刚有念到的词语之一，
代表我们成功对你植入了错误记忆。这个小实验改编自研究错误记忆时常用的 DRM 典范。透过记忆多组字词，大脑会无意识地把同类型的词语串联在一起。就像想到毛皮、毛茸茸，你会开始往柔软的物品去联想，也就很可能把不存在的羊毛放进了记忆里。记忆并不如你想的可靠，它也不像图书馆里的书会乖乖待在我们的脑海里。相反的，记忆比较像 Google 的共编文件，而每个人都有修改的权限。每当我们跟别人互动、诉说回忆，都会删减和涂改里面的内容，改变脑中的故事。这些情形发生在生活中可能无伤大雅，但万一发生在法庭里呢？在过去科学办案还不发达的年代，常常有警察不小心在问句里加入暗示性的词语，误导当事人。举例来说，你被人拳打脚踢时，是否有人目击？以及你被骚扰时，是否有人目击？两个问句虽然都有攻击的意思，但使用拳打脚踢这个词，就可能会让受害者修改记忆，改变自己被攻击的程度。除此之外，在用相片指认嫌犯时，也可能产生错误记忆。比如说，有位嫌犯的特征是脖子有刺青，但警察丢出来的照片却只有一个人符合这项特征。如此一来，就算照片里的嫌犯根本不是真正的犯人，但指认者脑中模糊的轮廓可能会渐渐浮现成照片中的嫌犯，让无辜的人成了代罪羔羊。另外，有的时候案件当事人因为心理创伤，或是因为年纪太小，没办法完整的表达事发经过，就会需要心理医生或咨商师的协助，帮助他们回忆案发细节。这样的做法看似保护当事人，但是如果问话技巧不够严谨，很可能让当事人从恢复记忆变成创造记忆，让真相越来越远。1980年代发生了一起轰动全美的社会案件——麦马丁幼儿园案。故事一开始，一位母亲出面控诉幼儿园老师性虐待自己的小孩。这件事情传出来之后，引起幼儿园家长们的恐慌。警方找到就读过该幼儿园的数百位孩童，将他们带至儿童机构，接受治疗师的询问。最后，治疗师宣称受害幼童高达360位，震惊全国。然而，历经数年的调查，检方完全找不到任何犯罪的证据。更发现，在诊疗过程中，治疗师使用了大量带有引导性的问句来质询幼童，甚至会否决他自己不认同的答案，导致许多的孩子被植入了性虐待有关的错误记忆。至于一开始引起风波的那位母亲，则被诊断出是妄想型思觉失调患者，证词的可信度严重不足。虽然真相水落石出，麦马丁幼儿园的负责人及老师获判无罪，但当时媒体的未审先判已经让麦马丁一家人臭名远播，只能隐姓埋名度过余生。这起备受争议的案件不仅让大家注意到错误记忆的严重性，官方也重新检讨儿童案件的处理方式，避免悲剧再度发生。不幸的是，麦马丁幼儿园案只是众多误判的冰山一角。美国维吉尼亚大学曾针对本土250个误判案件进行研究，发现有190件，也就是高达76%的案件，是因为证人的错误记忆而导致的误判。而在这些误判案件中，又有数十件涉及多人以上的错误记忆，也就是说，同一个案件里有2位以上的证人记错了。所谓的人证、口白、笔录，根本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可靠。至于台湾有没有因为错误记忆而造成的冤狱，又该怎么降低这种事发生的几率呢？我们让专业的来，有请泛科好朋友法律白话文为我们做进一步解说。在1997-1998年间，台中东海大学附近接连发生数起性侵案，承办员警根据地缘关系逮捕了一位既性嫌犯。然而，员警的侦办过程却有许多疏失，像是1、遗失证物、遗失笔录；
2、持老旧照片提供被害人指认。3、强烈暗示被害人及目击证人需要当面指认才能逮捕歹徒。4、先行告知指认人嫌犯已坦诚犯罪。种种的错误导致寄信嫌疑人被羁押了快300天，直到缠讼多年之后，才因为缺乏证据无罪定谳。警方则在2011年透过 DNA 比对，抓到了真正的东海之狼，平反了寄信嫌疑人，让案件正式告一段落。只要是人类，就很难避免记忆出现 bug。我们该怎么做才不会让错误记忆掩盖了真相呢？在德国，高级刑警会参加记忆科学的课程，帮助他们了解记忆的运作方式，以及可能发生错误记忆的原因，同时改善办案流程，比如尽可能让当事人自己说出案发经过，避免在审讯过程中提问，造成记忆污染。而英国早在1977年，法院就会遵循一定的规则来审理目击者指认的案件。比如，法院会警告陪审团，目击证人可能做出错误的陈述，尽管有复述指认者，也可能皆为错误，或是提醒陪审团指认证据可能的破绽等等。之后，英国也开始要求在特定情形下使用动态影像指认，除了减少当面指认的心理压力，也比静态的相片指认更为正确。另外一种指认方式，则是让嫌疑人混在人群中，比如进入卖场的路人、月台上的乘客等。让证人可以观察更多自然的举止，提高指认的准确度。回到台湾，在2018年，警政署修改了指认犯罪嫌疑人的规定，包括1、列队指认由至少3位改成至少6位，外形不能有明显的差异。2、不能只提供一张照片给受害人或证人指认，照片必须清晰，不可以提供时间久远、有规格差异或是具有诱导性的照片。3、必须要让没有经手过这起案子的侦办人员办理指认程序。4、全程录音录影，设置单面镜，除了可以保障关键证人、受害人，同时记录刑警的办案过程，避免刻意引导证词的情况发生。其实，在修正之前的旧规定就已经可以解决传统指认上会出现的问题，但因为这些规定都只是行政规则，而不是法律，所以呢，有部分见解认为，检察机关把规定当作参考即可。就算没有按照规定，证据仍可采用，检察机关不会因此有什么不利的后果，比如说办案方式不被法院认可，或者遭受行政处分等等。也就是说，就算指认的规定有了修改，关于指认的争议在短时间之内可能还是没办法减少太多。影片到了这里，大家或许会对自己的记忆很失望，好像什么都记不起来，什么都是假的。但最后，我们要来平反一下。有的时候，错误记忆并不是坏事。我们都会经历一些心碎的成长过程，朋友道别、情侣分手、亲人离世。而当我们选择与别人谈心来疗伤时，也会慢慢的修正、调整我们的记忆，留下美好的片刻，忘却痛苦的情绪，让我们渐渐释怀，走出伤痛。或许我们可以说，错误记忆就是我们大脑最美丽的缺陷。好的，这集就到这里。大家可以开始想想，既然记忆那么容易被篡改，那么你的记忆确定都是真的吗？你真的有去过某个游乐园？真的牵过谁的手？还是你真的有妹妹吗？谢谢收看这集的可能性调查署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开启泛科学的小铃铛。天下没有难学的知识，我们下次见。